大家好，我是周迪。过去在我如何看钱币品项的影片里，包浆颜色是影响钱币品项分数最少的因素，但是在我如何为钱币估价的影片里却是影响钱币价格最大的因素。既然这样，今天我们来将包浆分出等级吧。自从 PCGS 鉴定盒子在国内火了之后近几年的银元拍卖只有漂亮的包浆肯定能拍得好价格，没有包浆的就按照行情价格走，行情1万想拍到12000都很难好的包浆可能拍出2万，过阵子搞不好又能拍出3万，就是因为有钱也不一定买到好的包浆甚至这几年有个现象外行新手进入银元圈不懂看包浆，他们认为只要是黑色的越深越好，所以一堆人就开始琢磨怎么做黑包浆了。但其实黑包浆就是好的包浆等级吗？包浆等级在大家心中的排名都不一样，但黑包浆可以说明氧化包浆年代比较久远，不能与美观程度画上等号。在我看黑包浆只有真的与人为的2种，有一种黑包浆呢是那种死黑的，没有深浅的区分从头黑到脚，也有不均匀的黑。比较好的黑包浆就是该黑的黑正常流通的情况，图文凸起的部分不应该这么黑的，多多少少会被接触到的面颜色就会淡一点。现在只要拍品名称标示黑包浆，钱币照片确实也是黑黑的就能卖得好价，所以导致一堆人学着怎么制作包浆，心里想着养包浆后送评，看看能不能有个分数卖个高价。养包浆的人多了，市场就会多出各种后养包浆的出现。那么区分好的包浆与不好看的包浆，我尽量说的浅显易懂一点。包浆对于我来说分成没包浆、不好看与好看。屁话，我不在乎老包浆还是后养包浆，我只在乎好不好看包浆好看的定义一直给不出一个标准，我如果太断定会引来骂战，所以本影片的理念是我自己的想法啦。过去视频里大家可能认为我一直在推老包浆的银元，其实是因为大部分的老包浆都比较好看，新养包浆好看的不多很多人会说后养包浆也是自然氧化而成的这点我当然知道但是有氧化颜色与好不好看不能画上等号，只能证明这枚钱币被氧化而已。那对于我来说，什么包浆是好看的？我一直以来都认为很主观、很抽象，但其实是有一个方程式带入的。好看的银元包浆的第一个方程式是颜色与颜色之间的渐层感是要慢慢转换的。其实这个也是用来分辨老包浆的方法。看看这枚颜色的环状包浆，最外围与中间的部分是2种颜色，重点要看这2种颜色的转换线是否有正常的渐层感。看这枚币虽然颜色很快的转换到淡的颜色，仔细看可以看到中间的渐层感是慢慢转换的。我这里有一枚假币，它的环状包浆可以看到就是一个分界线，一边深色一边淡色，甚至线条还歪七扭八的，这就是人为的包浆迹象。带大家对比一下渐层感与没有渐层感的不同，也只有老包浆才能形成这样自然的渐层感。再来看这枚环状包浆，咱们就先不说渐层感了，基本就是2个颜色组成的。再来看这环状包浆的中间这个圆像圆规画出来的圆，像个球一样圆这就是人为的感觉。有时候就是线条有点太规整，就是人为的。再来就是环状是怎么形成的呢？是钱币与钱币叠在一起，或是放在平台的桌面上，然后空气从最外部开始氧化，导致这种环状包浆的形成通常是钱币周围靠近齿边的部分，而我们这枚感觉有点太靠近中心的位置，会不会是与一个毫子叠在一起呢？我们看看另外一面，这枚包浆形成的过程是上下放2个毫子，然后在那给它养包浆。100年前谁家的银元是这样摆的？有没有1/1000的可能？一枚银元上下叠放2枚毫子，然后2枚毫子还摆在正中心好啦，五彩包浆与假彩包浆也是去看渐层感，红橙黄绿蓝靛紫是连在一起的感觉。蓝色的部分里面有浅蓝，有各种的蓝组成的。假的五彩包浆呢，就是没有渐层感嘛，仔细看只有蓝与橘黄色，然后直接跳色到白色，
甚至包浆里面还是蜡笔包浆组成的。OK， 再来看蜡笔包浆吧。蜡笔包浆套入方程式有颜色的部分与没有颜色是直接转换颜色，并没有渐层感出现。第二个方程式是深浅，颜色深浅要刚好，不同的银元品相适合不一样的深浅程度。VF 到 UNC 的品相是由深至浅，所以 VF 到 XF 这种流通严重的钱币适合深重的包浆。包浆颜色越厚实越暗沉越好，越能体现出银元自然流通并经历身经百战的样子。尤其 VF 的这个品相最适合配个黑包浆，仿佛像骑着哈雷的壮汉穿着一身粗犷的皮衣，或是环状包浆那种细缝中夹带着百年的灰尘一样，非常有味道。如果 VF、XF 品相配的是淡淡的包浆或是没包浆，在我眼里就像粗犷的男人穿着有点娘的服装，应该要有男人味一点，却是有点娘娘腔的感觉。OK， 品相来到 AU 颜色上呢，就要适中一点。AU 品相本来就是敬畏使用的品相，如果颜色太重呢，覆盖 AU 本身就很弱的钻光外接近没流通却有深厚的包浆也不太合理AU 适合老包浆，但不能太深。淡包浆但不能太浅，而且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发现，在 AU 品相的银元绝大部分都清洗过了，也有可能是因为 AU 品相的银元它的钻光本身就很尴尬，要强不强的，有一层包浆上去就会挡住它的光，所以很多人就会把包浆洗掉送评级，看看重视钻光的 PCGS 能不能给出高分呢？ OK， 品相来到 UNC， 未流通的品相就不会有太深黑的包浆，反而适合薄薄的暗淡包浆。太深呢，影响钻光的表现，包浆就是要薄薄的。我常说就很像身材很好的美女穿着一件薄纱一样，由里透出那光芒，似乎遮挡到却什么都看得一清二楚UNC 品相在壁面上干净程度就相当的讲究了，如果有一小滩的污垢或是其他颜色的斑点，这就比较可惜了，有点像穿着薄纱的美女，然后突然打上马赛克。OK， 品相来到接近满分的品相，67到70，似乎像刚从造币厂铸造出来一样，这时一点包浆都可以不需要有了，就像当代币一样，整颗亮晶晶的感觉。这让我想到当年还很年轻的 Rose 一样，躺在长椅上，那颗蓝色的宝石。OK， 好的，今天的内容差不多就这样。所以银元包浆的渐层感要足不一样的品相有相对应适合的包浆深浅。大家不妨将你手边的钱币带入这2个方程式中，看看有没有完美的包浆颜色。好的，我们下次见，拜拜。币藏那些事的 YouTube 会员专属影片已经开启了感谢大家多多利用。